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一个男人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遇到了一只小老虎。他本不想和这只老虎有任何瓜葛，但由于某种原因，他还是把它带回了家。而他的家猫则把小老虎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抚养。当老虎变得太大时，他们被迫分开了。但几个月后，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。迪米特里在西伯利亚森林边缘露营时，遇到了不寻常的事情。当他坐在帐篷里啜饮着饮料时，开始听到动物的咆哮声。他立刻坐直了身子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他一向很小心，不会深入森林，一般都会在大多数动物不会冒险进入的外围扎营。然而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听错，从声音判断，不只是一个动物，而是两个。这两只猛兽似乎在打斗，咆哮声越来越接近迪米特里的帐篷。无论这些动物多么让人惊讶，迪米特里总是准备好应对可能与野生动物的冲突。他从背包里拿出枪，小心地拉开帐篷的拉链，慢慢地走离帐篷，朝着靠近的动物走去，并爬上了最近的一棵树以求安全。幸运的是，他的深色衣服帮助他在夜色中隐匿起来。当他在树上安顿下来时，能清晰地看到整个情况。当看到两只大老虎在打斗，互相撕咬时，他震惊了。干预这两只强大的野兽显然是愚蠢的，因此迪米特里保持安静，知道任何声音都会让老虎发现它的存在，这样他很容易成为它们的猎物。所以他默默地观察两只老虎激烈地搏斗着，雪地被他们的鲜血染红了。迪米特里在明亮的月光下看到这一幕，感到胃里翻江倒海。他可以轻易地辨认出一只老虎明显比另一只大，似乎是雄性，较小的那只可能是雌性，但他不能确定。打斗持续了很长时间，最终大老虎压倒了较小的那只。这是一个恐怖的场景，迪米特里不得不移开视线。他完全不知道这场打斗是为了什么，但目睹一只动物的死亡仍然让他难以接受。较小的老虎身体重重地倒在地上，迪米特里从藏身处看到战斗的胜利者趾高气扬地离开。突然，一声哭喊响彻森林，这声音让迪米特里和老虎都停了下来。这哭声很微弱，他猜测是属于某个小动物的。他和熊虎同时发现了那只小虎仔。小虎仔很小，用他的小腿跑向母虎的尸体，轻轻碰触和嗅闻它。显然，这只小虎仔是死去的老虎的孩子，没有人保护它。迪米特里知道他在森林里的生命危险重重，但在他还未想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时，熊虎已经跳向小虎仔，将他按在地上。小虎仔大声哭喊，迪米特里知道他必须迅速行动。如果大老虎毫不犹豫地伤害了小虎仔的母亲，那么小虎仔本身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或许他不应该插手，但他无法袖手旁观。看着熊虎结束母子俩的生命，他记起了自己的枪，向天空开了一枪，巨响吓到了老虎，但他没有松开小虎仔。迪米特里又开了一枪，这次猛兽抬起头，直视着他。尽管害怕，迪米特里知道自己占了上风。他是个熟练的神枪手，如果需要击毙老虎，他可以轻松做到。老虎开始接近他藏身的树，但迪米特里没有让他靠近。他朝老虎的脚边开枪，猛兽跳了起来，逃进了森林。迪米特里等了几分钟才从树上下来。他看着小虎仔推搡着母亲，试图叫醒他，但无济于事。迪米特里对小虎仔感到同情，他知道在如此年幼时失去父母的感受，也明白小虎仔可能正面对的困惑。他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，
虽然他不能把小虎仔单独留在这里，因为那只大老虎还在附近徘徊，但他也不能把它带回家。他家里有一只宠物，一只可爱的长毛家猫。他不确定如果他们见面，这只猫会如何对待小虎仔，但在带小虎仔回家和把它丢弃在野外之间，他知道哪个选择更好。想到这，他招呼小虎仔过来。小虎仔犹豫地走向他，但一旦靠近，他就开始在迪米特里的脚上蹭来蹭去。迪米特里承认这只小虎仔很可爱，他微笑着看着他，他把它抱起来，带回了他的露营地。由于周围潜伏着危险，他不能按照计划在那过夜。他迅速收拾好东西，把它们装进卡车，然后开车回家。一到家，他打开门，发现他的猫丽兹已经在那里，像刚醒来一样慵懒地伸着懒腰。他把小虎仔放在地上，弯下腰挠了挠丽兹的耳朵。接受了主人的爱抚后，丽兹好奇地瞥了一眼这个新来者。迪米特里看着他的猫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就像每次他感到困惑时那样。他看到两只动物互动，惊奇地发现他的猫走进小虎仔，开始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舔它、照顾它。迪米特里已经给丽兹做了绝育手术，所以他从未有过自己的幼崽。看到他愿意接受小虎仔为自己的孩子，令他深感触动。他让这两只动物慢慢建立关系，自己回房间换了衣服。当他回到客厅时，看到两只动物已经挤在一起，睡得很香。他本想喂小虎仔，但看到它们依偎在一起，他决定让它们继续睡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迪米特里就回小虎仔后，生活变得充实起来。丽兹非正式地收养了小虎仔，喂养它，照顾它。看到这一幕，让迪米特里感到欣慰。他很高兴丽兹能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体验到做母亲的感觉。正如他所预料的，小虎仔证明了自己是一只捣蛋鬼，总是惹麻烦。起初，迪米特里觉得他的胡闹很有趣，但在小虎仔用爪子毁了他的工作笔记本电脑之后，他开始觉得有些烦恼。他知道自己不能继续这样下去，但当他试图责骂小虎仔时，他对着他吼叫。虽然由于小虎仔的体型，这种吼叫显得无关紧要，但他的攻击性姿态还是让迪米特里感到惊讶。那时他意识到，无论他多么努力地驯化一只老虎，他也永远不会失去野性。第二天上班时，他打电话给一家动物救援协会，告诉他们他手里有一只刚刚失去母亲的小老虎。他们并不感到惊讶，反而很高兴能帮迪米特里解决这个问题。当他放下电话时，并没有感到预想中的解脱，但他告诉自己，这样做是对的。接下来的周末，一辆卡车开到了他的木屋，从车辆侧面的公司标志和名字，迪米特里认出了那是他联系的救援队。他们准备好了一个笼子和一支麻醉枪，以防小虎仔变得难以控制。听到要给小虎仔注射麻醉剂时，迪米特里感到很不安，但还是让他们进了家门。正如预料的那样，小虎仔拒绝与母猫分开。当一个动物救援人员抱起小虎仔时，丽兹把他抓得鲜血直流，小虎仔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，咬伤了其中一名救援队员的手臂。一个人举起麻醉枪，准备向小虎仔射击，但迪米特里阻止了他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叫停了整个行动。他和救援队的负责人交谈，最终取消了这次救援行动，并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们带走他。”他改变了主意，询问小老虎是否可以在进入他们的照料之前再待一段时间。当领队向他讲述养虎的危险时，他回答说他明白，并承诺最终会放弃小老虎。但那时小老虎已经把猫咪当作母亲。
拒绝与他分开。救援队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但要求他保持联系。在尝试分离的创伤之后，两只猫科动物在地板上紧紧相拥。小老虎发出轻柔的呼噜声，而猫咪舔着它的头安慰它。迪米特里的眼睛充满泪水，他因为试图分开这对搭档而感到非常内疚。当然，一只野生动物不能永远住在他家里，但至少在小老虎变得真正危险之前，他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既然家人团聚了，迪米特里决定给小老虎取个正式的名字，叫它迪马。如果说在救援队来访之前，迪马和丽兹已经形影不离，那么之后他们变得更加亲密。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，甚至模仿彼此的行为。迪米特里多次抓到迪马，试图学猫叫，但不确定这只动物是否明白自己并没有这种能力。经常可以看到迪马和丽兹在客厅的沙发上玩打闹。几个月过去了，老虎明显比猫咪大了很多，几乎是它的2倍大。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玩耍时间，但迪米特里担心迪马会在某个时候伤到丽兹。一天，当他们在玩耍时，丽兹开始逃跑。这一举动可能触发了迪马的某种捕猎本能。迪米特里看到老虎以最快的速度追赶猫咪，并粗暴地把它按在地上。丽兹发出嘶嘶声和痛苦的叫声。迪米特里冲上去，把老虎从猫咪身上拉开，把丽兹抱在怀里，立即安慰她。紧接着，他打电话给动物救援队，恳求他们来接走这只老虎。3个小时内，小老虎就从他们的家里消失了，离开了他们的生活。迪马被立即送到动物园，与另一群老虎一起生活。他在动物园的早期日子是孤独的，他的围栏里还有另外3只老虎，但他从未与其他老虎互动，而其他老虎则在一起玩耍和打闹。他独自一人待着，任何接近他的人都会被他怒吼吓退。头几周后，其他老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不再试图与他交往。偶尔他们的路径会交汇，但其他老虎很快就会离开，以免迪马把情况升级。迪马无法让自己感到快乐，因为他为伤害了养育他和照顾他的母亲而感到羞愧。他并不是故意的，但他的本能占了上风。他感到抱歉，却无从表达，于是他花时间自责。他的照料者试图与他玩耍，但他对他们置之不理。他只想要他的母亲，但既然得不到，他宁愿独自一人。幸运的是，时间治愈了他心灵的创伤。几年后，他逐渐适应了新生活，甚至找到了伴侣。几年后，迪马成了动物园里最大的老虎，他有了自己的幼崽，在他们的家庭围栏中生活得很好，人们喜欢观看他们。由于从小就习惯了人类，他从未对人类表现出攻击性。有一天，一群人聚集在他的围栏外，他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扫视着人群，但突然间，他看到人群中有2张熟悉的面孔。他站了起来，走进玻璃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是他的第1任家庭吗？在送走迪马之后，迪米特里注意到丽兹的活动减少了，她不再是那个快乐活泼的猫咪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她变得更加虚弱和内向。迪米特里知道他很快会失去她，希望在不得不说再见之前为她做一些特别的事情。他不知道迪马被安置在哪个动物园，但也许如果他能看到任何一只老虎，哪怕只是片刻，他可能会感到开心。所以他收拾好东西，带着他去最近城市的动物园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旅行。到了老虎的围栏前，迪米特里把丽兹绑在胸前，努力挤到前面，让猫咪能更近地看到玻璃后的老虎。
迪米特里看到围栏里有一只雄虎和一只雌虎，雌虎更为社交，靠近人们并触碰玻璃，而雄虎一直待在另一边，直到他转身与迪米特里四目相对，他跨过两者之间的距离，把脸贴在玻璃上，盯着迪米特里和丽兹。接着，迪米特里看到丽兹在他胸前兴奋地跳动起来，并开始大声喵喵叫。雄虎触碰玻璃，用头摩擦玻璃，试图接触猫咪。迪米特里感到困惑，但仔细看那只老虎时，他意识到那确实是迪马。工作人员和其他游客对迪马的态度感到震惊。在迪马待在动物园的所有年份里，他们从未见过他如此兴奋，这非常不寻常。他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。迪马和丽兹看到彼此非常高兴，通过玻璃互相磨鼻子。迪马想为他的母亲做点什么让她开心，于是他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，让饲养员大吃一惊。因为迪马有了自己的幼崽，他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它们。兽医要检查幼崽时，必须先给他注射镇静剂。但对丽兹，他做了一件甜蜜的事情。他走到幼崽旁边，叼起最小的一个，跑到丽兹面前，好像在说：“看，妈妈，这是你的孙子。”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时刻。所有目睹这一幕的人都为猫妈妈和她的小老虎鼓掌欢呼。那天，迪马知道他必须向他的母亲展示他有多爱她。他做了一件从未为别人做过的事，向世界展示了他的特别之处。第二天，丽兹在迪米特里的怀里去世了，他和迪马再也不能相互依偎。但迪米特里会时不时代表他的亲爱的猫咪去探望老虎，回忆他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。多么美丽的故事啊！听完以上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如果你的宠物喜欢上了一只孤儿小虎崽，你会照顾它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。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下个视频见。